OK， 我是马子一。那马子一今天来到奈良一间非常古老的寺庙，叫做东大寺。相信大家来到奈良这边玩的时候，一定有来这间寺庙看过。在我后面那个地方就是南大门，往那边直走进去呢，就可以看到我们平常观光来看到的大佛。那今天来这里的游客也相当的多，因为还有一些学生啊，他们好像坐着这个缆车来这边校外教学。那奈良在自古以来呢，就是日本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地区。因为在奈良时代，当时日本的首都就是在这个地方的平城京。那今天我们就一起进去东大寺看看，顺便了解一下这个奈良过去的历史和文化。我们出发吧 ，Go！ 在前面这个非常雄伟、历史悠久的木造建筑哦，就是东大寺的南大门。大家有没有看到上面有个看板写着“大华严寺”？其实东大寺就是华严宗大本山，也被称为金光明四天王护国之寺，距今已经有1200年的历史。在1998年的时候，这个作为古都奈良的文化财哦，有一部分的东西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。它这个南大门呢，非常的高，很雄伟，它这个高度大概有25公尺左右，而且左右两边呢有2个日本最大的金刚力士。在我前面这个就是人王像，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巨大，而且很雄伟。它这个高度大概有800公分左右。上次我们去四天王寺看的人王像啊，它的高度大概是500公分，这个是日本最大的人王像。大家有没有发现这2个金刚力士啊，他们的面相跟摆设好像跟别的寺庙有点不太一样？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摆设呢？听说有2种说法，一种是当时这种金刚力士的摆设呢，它并没有这么多的规则去限制它。那另外一种说法是，当时这个摆设是参照中国的版图，所以他们现在才会这样子互看，然后没有朝外面大门。来这里欣赏金刚力士之外呢，大家一定要看一下这个南大门上面的天花板，它很高啊，而且中间那边是完全镂空的。这是非常特别的一种建筑样式。今天的东大寺游客真的相当的多，全部好像是国小生吧？看他们手上还有拿一个很像资料的东西哦，就是参观东大寺之外呢，还要写一下功课。觉得应该不是那种户外教学，会不会是毕业旅行啊？好像全校的这个小朋友都出来一样。东大寺的历史呢，根据史料记载，在公元733年的时候，在现今的落草山如当时创立了一个金钟寺，这个就是东大寺的前身。那还有一种说法是在西元728年，当时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他们的皇子菩提早逝，他们就在落草山屋这边设立了一个山房。那个山房听说当时有9位僧侣常住在这里，这个就是金钟寺的前身。之后741年呢，国分寺建立的诏书就被发布了。隔1年，金钟寺它就被认定为大和国的国分寺，并且更改寺名为金光明寺。当时在奈良时代呢，日本的首都就是在奈良这边的平城京。那这一座寺庙就位于当时平城京的东方，所以之后又被称作东大寺。现在我要进去准备看大佛了。不过我看前面好多小朋友，感觉有点不太妙。到旁边这边是团体啦，还好个人要走这边，不然跟他们排队不知道排到何时了。前面那边要买票，我已经买好票了。它这个票有套票，就是你要去看这个大佛，还可以看这个东大寺的博物馆。套票总共是1000块日币。那你不想去看这个博物馆的话，你也可以只买大佛的券哦。大佛的券就大概是600元，那边就是售票口。我已经进来大佛殿了。他要从旁边这个小通道走进去，这边的门是没有办法直接进来的。前面那个地方就是大佛殿啦，那我们就进去稍微看一下，顺便讲解一下它过去的历史吧。在我后面这个就是大佛殿，它宽有57公尺，深50公尺，高度48公尺，是目前世界最大级的木造式建筑。大家看一下上面的屋顶啊，虽然有一点老旧斑驳的感觉，不过到现场看这边真的是非常的壮观，非常有那种历史风气的感觉。我已经进来大佛殿了，大家都围观在这里看这个巨大的佛祖，哇，真的很大，很壮观。这里也可以看到大佛的侧面，旁边下面这边就有写一些他们当地东大寺的历史啊，还有这个佛像的历史。那等一下我会稍微跟大家说，先带大家稍微看一下这个寺庙里面大佛殿这种感觉是怎么样的。它旁边还有一个虚空藏菩萨，它下面还有那个莲花，后面还有那个金碧辉煌的那种感觉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真的是非常的壮观。这个大佛呢叫做罗舍那佛，它的高度有15公尺啊。
那说到这个大佛的历史，就回到1300年前的奈良，当时是天平年间，7世纪的日本，当时是佛教的全盛时期。不止国内跟国外的一些国家交流也非常的多，但是在这些蓬勃发展的背后呢，当时其实面临着天灾冷祸，还有一些内乱的。那从大陆那边引进非常多的先进文明之外呢，也带来了可怕的流行传染病。西元735年的时候，日本就发生了天花大流行，据说当时死亡人数高达1/3的人口。当时信奉佛教的日本圣武天皇呢，他在位期间也发生了一些天平大地震啊、干旱、饥荒等等啊，所以他就想说，借由兴建这个大佛寺呢，可以来保佑国家消灾解难，顺便安抚当时社会上的不安定。所以他在天平15年呢，就是公元743年，他就发愿要建造这个大佛。那历经5年的时间呢，这个大佛在公元747年的时候被建造完成。前面这个就是广目天，是佛教的护法，也是4大天王之一。那这个广目天顾名思义，就是他可以看到非常多地方的事情啊，然后去守护这些人民，有点像千里眼的感觉。前面这个就是东大寺之前的样子，那么觉得哪里不太一样？两旁有个塔，对不对？现在没有。那因为这个东大寺呢，之前有遭受2次非常严重的火灾，在镰仓时期的时候又重建了，江户时期的时候又重建了。等一下我会稍微说一下这个2个火灾的缘由是什么。前面这个就是镰仓时期在建造的大佛殿，旁边这个是江户时期再次建造的，整个外观的那个风格好像就有点不太一样了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？它上面呢就多了一个后期时代会出现的唐破风，这里还有卖一些东西、纪念品之类的。这里有一个冲绳首里城的再建木镜，之前首里城就是发生大火嘛，他们为了重建呢，现在就有非常多人愿意自主的捐钱，大家都为这个历史建筑的复兴尽一份心力。前面这个是多闻天，他也是佛教的护法，4大天王之一，他就是可以耳听八方哦，有点像我们的顺风耳。在我背后这根柱子呢，就是之前观光客很爱来看的大佛鼻孔。但是柱子下面有一个洞，然后这个洞呢，刚好跟那个佛祖的鼻孔是一样的大小。听说你从这边钻过去哦，就可以保佑你无痛无病啊，身体健康。但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哦，所以他就没有让别人去参与这样的体验。这个大佛的名字叫做卢舍那佛，卢舍那在梵语里面意思是智慧广大、光明普照的意思啊，在密中被称为大日如来。现今的这个大佛呢，是江户时代2次重建的第3代大佛，比起奈良时代，它的大小呢，大约小了1/4左右。在我后面这个地方就是可以写注音，写一次是300块左右。那旁边还有卖一些玉手，这是他们卖的一些玉手啊，非常的多，有安产的啊，身体健康啊，还有一些学业的啊，交通安全。在我前面这个是如意轮观音，那听说它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之一，它有非常多的形象哦，就是有2个臂膀、6个臂膀、10个臂膀、12个臂膀等等，各式各样的面貌都有。OK， 我已经走出大佛殿了。那听说当时的大佛呢是斥巨资而兴建，导致当时的国库呢有严重的负债，而且不止花钱哦，还请了非常多人一起来兴建，据说有240万人左右啊，所以真的是劳民伤财。而且当时也引进了唐朝的租庸调税，农民跟庶民的生活就变得越来越辛苦，贵族和寺院他们就变得越来越富有，整个社会是呈现一个非常严重的 M 型化。听说当时平城京里面呢，有一些路人他们都饿死在街头啊，还有一些乞丐啊会在路上行讨这样子。那你说新建这个大佛真的对这个社会有比较好一点吗？可能真的要问当时奈良时代的人民才知道。东大寺第一次的战火波及就叫做南都烧讨，当时在平安时代有位将军叫做平清盛，他跟南都奈良这里的诸氏在政权上有对抗，所以他就派他的儿子平重衡率兵至此讨伐，并且下令放火。那原本只是要烧1-2栋建筑哦，谁知道当时的风势助长，整个东大寺跟新福寺啊都陷入了火海，据说还有非常多的僧侣死于这场火灾。第2次的战火波及是在战国时代。
当时控制奈良的松永久秀和旧盟友三好三人众，他们就反目成仇，在东大寺这边开战。那当时东大寺全部都被烧毁了，听说连那个大佛啊头都已经烧没了。东大寺在经历2次的战火波及后，加上当时是日本动乱的年代，所以第2次的复兴是直到江户期间的元禄年间才得以重建。这一次的复兴距离上一次被破坏的时候已经长达了140年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大佛殿是江户版的第3代了，它的宽度变窄了，但是高度有增加。那最明显的差异是它中间有一个唐破风，这种是镰仓时代之后才兴盛的建筑结构。现在时间比较晚一点啊，这边金刚力士他们的灯就点出来，哇，那个表情啊，还有轮廓非常栩栩如生，而且整个肌肉线条啊相当的清晰。这个金刚力士呢，是当时镰仓时代佛像雕刻师运庆和他的庆派门生一起制作出来。庆派的佛像呢，一向都是走这种拟真路线的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金刚力士，他的表情非常的活生生的感觉，而且非常的凶狠，因为他身高很高，然后表情真的非常的拟真。那我刚有说嘛，东大寺在过去呢有遭受2次的战火波及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金刚力士是镰仓时代时候重建的，并不是当初奈良时代的人王像。有一只小露露在叫，它是不是肚子饿？啊，可是我身上没有饼哎。等一下我再去买给你好不好？还是等一下会有路人会买给他？这些鹿是日本鹿哦，它们寿命好像是15年到20年左右。他们平常也不是说吃饼的样子，好像也有吃一些树果啊，不然就是树皮之类的。不过因为这边观光客的关系嘛，所以就越来越多人会去喂这个饼给鹿吃，鹿他们也懂得要去跟那些人讨这些饼干。OK， 那今天东大寺大佛殿就到这边结束了。那东大寺很大，旁边还有2月堂、3月堂。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就没有要去拍了。那不知道大家之前来到东大寺这里看看这个大佛，有什么特别的经历或是难忘的回忆呢？也欢迎你留言分享告诉马之一哦。那我们就继续往前走。东大寺建于西元752年，是日本华严宗大本山，又被称作大华严寺。7世纪到8世纪的日本是一个以唐朝为国际交流构筑的年代，同时也是佛教复兴和推广佛法的时代。当时日本各地许多佛教寺院纷纷兴起，为了救世祈求国家太平、信众安康。东大寺的起源可以回溯到728年。当时圣武天皇为了供养皇太子，在洛山草庐建造了金宗寺，这便是东大寺前身的由来。距今1300年前的奈良时代，不仅是一个繁华热闹，同时也是相继遭受天灾人祸的年代。于是天平12年，圣武天皇遵从华严经的教义，发愿建造卢舍那大佛。卢舍那佛是了解宇宙真理释迦如来的另一个名字，意思是照亮世界和光明普照，左手传递宇宙智慧，右手表达慈悲的同时，希望人们能与慈悲心相连，加深彼此的羁绊。但东大寺曾因1880年及1567年的动乱，导致寺内和大佛纷纷付诸一炬。今日所见的大佛殿是花费25年于江户年间完成的重建。寺院风格采用2宋时期的建筑美学，气宇非凡的木造大佛殿和流露出庄严神韵的佛像，让远道而来朝圣的人们看到都会不禁产生赞叹之心。1300年前的日本，过去也曾和现今一样，陷入了疫情的袭击和传染病的苦战。但对抗这场瘟疫，也许光靠的并不能只是科技，还需要的是像当初大佛一样所传递出的象征，凝聚社会上陷入慌乱和颠沛流离的人心。能唯有加深彼此的羁绊，并朝共同的方向前进，才可达到更高一等的存在，并获得战胜难题的力量。